2016年，王树为文村设计了8种建筑类型，建造了24个不同的新房，全部采用本地的材料和做法，为中国乡村的改造和保护提供了一个示范。杭州南边，在这个洞桥的山里，这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小村子。当时富阳想邀请我们来做那个，就它实际上是3管合一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件。王老师当时提了一个要求，你得先给我个村子，我帮你来改。这个叫半残村，新旧混合，都不是说所谓的古村落。从传统保护来说，这就是个残废，非常典型的。另外一个，我被这个村子感动，因为这个村子很怪，它坐南向北，住在山的阴影里，把太阳全部留给农田。这个地方的土地非常的稀缺，他们宁可选择人住的地方要差一点。怎么样让村民找回他们的文化的自豪感？我的办法就是在这个文村所用的当地的就地取材的材料和做法，县城里的博物馆用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就是大家一看那么高大上的这个博物馆，其实跟我们村里的做法是一样的。村子的这个西边规划之后，可以住下24户，基本上就都是250，整个造价就是50-60万。建筑我当时做了八个类型，再通过材料的使用上的变化，夯土的材料啊，石砌的材料啊，粉墙黛瓦，一共是24个变体。24户其实是每一户都不同的。像堆柴火的、藏空调，就它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如果它在上面，我们在下面，两个人在这儿可以聊天，完了有东西还可以互相递一递。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做法，其实都是我们在老的村子里头看到学来的。这栋房子比较特殊，建筑的原型来自于那个就是70年代中国农村的那个大礼堂。在这里面一个小小的设计技巧，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山墙的时候啊，这个柱子如果到顶的话，就显得特别的高，就比例是不对的，所以它这层的楼板出来，把这个柱子停在这儿，上面就形成了一个3角形空间的阳台。那个窗户打开之后，可以看到很远的风景，很大的一个阳台。上面这个檐口顶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做法很精致的，上面用这个阳光板做的这样一个遮雨的一个披，保护墙体。中国传统的房子要有院子，是要有天有地。小方的、3合院的、4合院的、前院后院的院子，也有一个多样性。你像这家，他们就把这个小院子就用起来了。它上面加了一个玻璃顶，但这个玻璃顶是透风的，对，它没有完全封闭，所以它空气可以流通，就是属于学会了有效的使用。我上次来，他们就坐在这个门厅里吃饭，所以这个小门斗可管用了，就是它是厨房在这边，餐厅其实是没有的，所以故意设计了这个空间，他们就在这儿4个人摆一个桌子，正好看着风景在这儿吃饭。来，你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灶，很典型的。它还是一个烧柴的土灶，是，然后旁边是新的煤气灶，这是煤气灶，所以它是土洋结合，对，几乎每一家都是这个格局。每一个房子也沿着河边微微的错动，生长式的肌理，最大限度的接近自然的语言。很难看的新房子，跟村民们商量拆新换新，做了6栋新房子进去。他不同意拆重造，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改造方案，又做了一些不小的公共空间。对，
加建的2个公厕。我拍一张照片，文村姐妹议事厅。哎，好。24户是让他们自己去可以选择的，不选就是我们造好的这个新房子，村子在对岸会给你一块宅基地，可以去在那儿造。年轻人喜欢，会上网查一查这么有名的建筑师。但是村里的老人，我管你是，你再有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人们不要，完了年轻人就急了，他连夜赶回来开家庭会议。只有13户人选择了要。若干年后，后悔了，有些人就后悔了。房子刚刚建成，城里就有人来了，说300万一栋要收，其中有一栋叫到800万一栋。对，农民就说哇，这个房子这么有价值。不给了。这个村做成了，其实就成功了。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学习模仿。现在从大溪村很远的地方开始，都在学了，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墙体在慢慢的恢复。对，都实际上就是这个村子的影响。